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在台海问题上可谓是动作不断，不仅频繁出动军舰、军机在相关海域进行侦察活动，还已经拉拢了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捷克、立陶宛等国介入台海事务。这说明美国的布局已经越来越紧密，并且就在前不久爆出的台军无意泄露美军入驻台岛的消息，更是引发了外界对两岸局势的猜测与关注。一位日本专家也对此发表了看法。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称，近日日本知名经济学家小林俊介就近期的台海局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大陆目前已经具备了统一国家的各项条件，现在就只需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发动相应的统一行动。而且他还预测大陆将会在15年内完成统一。同时，小林俊介还特别强调，如果中国完成统一，那么日本的处境就会非常尴尬，到那个时候，日本就很难再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所以他呼吁日本政府要赶紧行动起来，联合美国和其他盟友一起阻止中国统一的行动。除此以外，小林俊介还表达另外一个担忧，那就是如果两岸爆发战争，那么美军很有可能会选择快速撤离危险区域，航母等军事装备也都会撤离。到那时，日本与中国的对抗就会陷入被动局面。此前为遏制中国所做出的努力也会付之东流，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将会达到7300亿美元。因此，这也是日本政府在极力联合美国，不断在台海问题上挑起事端的重要原因。另外，日本专家的这一番言论或许也能给台当局提一个醒，因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虽然美国联合盟友们在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步步紧逼，但是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模糊战略又很难表明其立场。就拿现在台岛严重的疫情来说，美国到目前为止一剂疫苗也没有供应给台岛，而且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台媒采访时还表示相信台当局会想到办法获得疫苗，言外之意就是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救命，这也就让之前美国发出的那些挺台言论变成了笑话。最后我们想说，日本专家对统一时间的预测，我们姑且不做评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必将完成统一。同时，台当局应该好好想想，在疫苗问题上，美国都这样自保不愿出手相助，如果两岸真的爆发战争，那么在面对比病毒更具杀伤力的飞机、大炮，甚至核武器，把挺台挂在嘴边的美国，真的会不计代价的出兵驰援吗？根据媒体的报道，在5月20日，欧洲议会通过了批准将中欧投资协定冻结的会议。而之所以欧洲议会全会通过这项决议，正是因为之前中国选择制裁了欧盟的一些机构和人员。而这次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议案，虽然不意味着这项合作的最后命运，但意味着欧洲议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都会停止相关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而这次欧洲议会还提出了一个狂妄的条件，表示只有中国撤销对欧洲人员和组织的制裁，才有可能重新讨论是否要通过中欧投资协定。这一狂妄的表示在5月21日就遭到了中国的回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欧投资协定本来就是一份互利共赢的平衡合作，不是谁对谁的恩赐，所以也不可能成为欧洲议会要挟中国的筹码。中国制裁欧洲的组织和人员，那是因为欧盟先对中国因为捏造的理由搞单边制裁，中国实施制裁是正当的回应。事实上，这项原本已经谈妥的中欧投资协定是谈判了长达7年时间的，在双方都已经达成共识之后，欧洲议会又跳出来将协定冻结，只能说明欧盟是难以遵守规则的，这也反映了欧盟内部的不稳定。且虽然欧洲议会方面将中欧投资协定冻结了，但是并不妨碍大量欧洲企业对中国的期盼。要知道，这中欧投资协定中并不是欧洲对于中国的单方面照顾，中国也是拿出了极大诚意，做出重要让步了的。这一次这项协定遭到冻结，实际上对于怀抱期待的欧洲企业们也是重大打击。欧洲议会这种不理性的行为，很快也让欧洲内部许多仍冷静保持理智的人站出来反对了。根据德国媒体5月21日的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采访时就忙着向欧洲各国喊话，与中国保持对话，并称他可以为中欧投资协定中的每一个字做担保。他表示，如果能够让中欧投资协定生效，对于欧洲企业是有极大益处的，对于欧洲的发展也是有非常大作用的。他指出，中国是很重要的国家，在情况复杂的时候，不进行对话是行不通的，因此呼吁欧洲要保持和中国的对话。
日前，美国军事新闻网公布一则独家新闻，其称美军将举行一代人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据消息人士透露称，此次规模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演人数多，据悉共有大约 2.5 万名美国军人参加，总共涉及到80多个单位；二是跨越地区十分宽广。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美军的军事演习活动将同时在美国本土、太平洋地区、欧洲以及非洲地区进行。外界形容此次为跨越17个时区的军演，可见无论从参演人数还是涉及范围来看，此次军演都绝对非同一般。美国方面更是大言不惭地称，这是在备战未来与中俄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显然，美军这是在向中俄露獠牙。关于演习的详细内容，美军也做了一些透露，称此次军演将重点演练分布式海上作战、近海作战以及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等。不难发现，从这些作战方案来看，美国针对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我们知道，基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未来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将来自海上。这一猜想也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验证。美国军方透露称，此次演习军方还特地设计了为中国量身定做的演练项目，目的是扩大自己在未来同中国海战中的优势。随着中国军力的上升，美国在太平洋的作战优势正在一步步被弱化。就连国外媒体也纷纷表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将不再享有军事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同中国未来作战的预演似乎显得十分有必要。但是这似乎也只是美国人的臆测。一直以来，中国奉行的都是坚定的防御政策，在对外交往上也一直以友好姿态示人。如果美国愿意放下这样的偏执，那么中美间必有一战的说法也就不复存在。反之，如果美国执意挑衅，其下场一定很惨。伴随着美国如此大的动作，外界也纷纷担忧，美国专家的预言将会提前到来，也即美国的噩梦将会提前到来。毫无疑问，美军针对中俄这么明显的敌意，必然会促进中俄更加紧密的背靠背前行。一旦到了中俄联手对付美国的时候，那么最先站不住的也一定是美国。对付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尚且都十分费力，更何况是中俄联手呢？可以说，美国举行这样的军演活动，无疑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最近中美博弈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美国一边联合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参加四方安全对话，一边想把韩国忽悠到自己那边去，还大动干戈的要操持联合了最新战术的最大型军演活动。近日，马来西亚前总理、新加坡总理接连发出警告，中美博弈要不得，一旦爆发冲突，后果将会很严重。其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甚至直言，中美发生冲突，一切都将玩完。据媒体报道称，5月20号，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率先警告，美国就算结成所谓的四边机制，向中国建立包围网，那么就基本难以成功，因为中国是卧龙，一旦真正激怒中国，那么后果将会十分严重。而随后，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也紧跟着表示，中美关系对于国际社会十分重要，一旦两国开战，那么大家全部都要玩完。所以此次美国应该更理智一些，要知道中国崛起已经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美国应该认清这个道理，和中国继续展开对话，保障全球贸易体系。为何两国接连对中美关系发声，还直接劝告美国中美博弈要不得？首先，地理位置上来说，一旦中美发生冲突，那么发生在南海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南海附近的国家必然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是东南亚国家，那么这个后果，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必然会受到波折。再加上中美虽然拥有导弹数量并不匹配，但是在导弹的技术上却各有各的优势，更不用说还都是拥有核导弹的国家。那么一旦冲突发生，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说不定就会顺势而起。其次，就经济发展来说，发生冲突，那么经济必然动荡。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一旦发生碰撞，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不仅两国自己受伤，依附两国的经济体也必然损失惨重。除此以外，经济也将面临倒退。不然的话，现在美国不会一面不断试图挑衅中国，却依然和中国有经济合作。当然，也有一半是市场原因。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说，李显龙和马哈蒂尔的话都不是危言耸听。中美关系影响着世界未来的走向，就像是马哈蒂尔所说，美国现在的手段已经不行，强求中国不继续发展不能达到目的，甚至只能得到毁灭。对此有网友表示，拜登你听见没？不过拜登听没听见不知道，倒是如今世界上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劝告美国收手，不仅是因为美军多年来的威信在日积月累的各种极品操作中已经被消耗殆尽，更是因为中国还让美国截然相反的制度和作风更令人信服。最后，众多国家解释劝告美国收手，无疑证明所有人都知道，只要一旦美国收手，中国也不会不依不饶。